朋友们，这就是埃及开罗的死人城，看着有点瘆人啊！为什么这边没有人啊？好寂静啊！这些都是坟墓啊，以前的达官显贵死后的坟墓。在这个地方最疯狂的时候，有上百万人在这边居住，因为各种贫穷、各种饥饿，也导致这边就是经常会有打架斗殴这种野蛮的事情滋生起来。我靠，这里面错综复杂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这有点风吹的声音，还有点瘆人呢，阴森森的。看一下这边，提到埃及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金字塔、狮身人面像，还有木乃伊，这几个是最出名的了吧？根本很多人想象不到埃及的首都还有这么贫困很破旧的地方。作为4大古国文明之一的埃及，历史还有文明是它最好的名片，主要是它的历史吧。但是事实上是，现在的埃及是最贫困、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了。在它的首都开罗有非常多的比较混乱的地方，还有建立在坟墓上的这么一座相当于贫民窟吧。这个死人城名气还比较高的，因为这里面本来之前就是一块墓地，占地面积超过6平方公里，非常大啊。然后里面基本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房屋，是给以前去世的人准备的坟墓。几百上千年以前，埃及开罗这边的人死去之后，他们的家人都会在这地方给他们修建一座坟墓，就是相当于和我们古代也类似吧，就是会模拟他生前的一个居住的环境，建造一个坟墓。所以说在这边，在以前有坟墓在这块的人都是，相对来说比较富贵的那一类人。所以说这边的房屋都比较逼真啊，功能也比较齐全。你像这边该有的它基本上都有，围栏、房子，还有庭院、大门，该有的基本上也都有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，可能不会联想到坟墓，但是事实上在这边的历史上，它就是一个坟墓。他们的习俗就是这样。那边有一只狗子。但是从前些年以来，埃及的人口增长非常快啊，然后现在人口也挺多的，你街上非常多的人。但是我们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埃及这个地方，它是大部分国土面积都被那个沙漠土地给覆盖掉了，所以说它人均可占有的那个耕地面积非常少，就是粮食就是短缺嘛。然后因为人口数量增长太快了，导致就是这边的它那个会衍生一系列的饥饿与贫穷，然后会衍生一些相当于难民吧。但是他们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？当有第一个人开始住到这个坟墓这一块的时候，陆陆续续就会有第2个人、第3个人、第4个人、第 N 个人全部住到这个地方。反正埃及这边很多人的生活非常艰难的，有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处在温饱线以下，人均收入也非常低。你别说买房子了，租房子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事情，很多人无家可归。很多富人的生活非常富足，他们不缺吃不缺穿，然后有房有车可以尽情享受。但是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，每天要为着肚子而发愁，但是晚上去哪儿睡觉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一开始住进这个坟墓里面的人，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比较豪华的、比较大的，然后作为他们的住所。后面来的人就是能挑的就挑嘛，就是属于这种。可以想一下，他们住在这地方不需要花任何钱，相当于零元购给自己找了一处还不错的住所。虽然说会有些在坟墓这边居住的话会有点阴森恐怖，或者说，但是我觉得对于连饭都吃不上的人，连第2天晚上到当天晚上住在哪都要发愁的人，这些恐怖啊，这些阴森啊，在饥饿与贫穷面前根本微不足道。看资料有说，最巅峰的时候，这边有超过100万个人生活在这里，就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贫民窟嘛。白天的时候，小孩子反正都在这里嬉戏玩耍，该怎么玩怎么玩，然后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，就像一个村镇似的。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个拖鞋，还有扫把，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用品吧。之前政府也对这里面人进行过驱逐，但是
最后的结果就是发现根本驱逐不了，而且这个成本也非常之高。那最后没有办法，政府只能妥协，就是想尽办法给这边的人去改善他的居住环境，然后在不损坏他的原先那个坟墓的情况下，给他通水通电。所以说这边的人他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，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生活条件，起码水电费交都不用交，还可以啊。因为即使政府能把所有的人给驱逐出去，能成功的驱逐，那这么多的一个人口基数，他又去哪地方去安置这些人呢？对吧？其实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点，最后反不如直接就让他们住在这里。快黑了，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天过一会儿估计就要黑透了。好在呢，就是现在这边居住的人比较少了，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。说实话，活人比死人感觉还要恐怖一些。刚才经过一个男的嘛，然后说了一句什么话没听清楚当地语，然后我说实话有点小担心的，这边活人比死人还要那个啥。这边就已经有一些人在这边居住了，前面还有一个足球场，过去看一下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足球场啊，好多人在这边踢足球。我去，厉害啊！这边还有一个，那足球氛围不错。这边小朋友有时候向你招手都最好不要去啊，去了就是 dollar money money。还有远处有几个小孩子刚才冲我招手让我过去，那这种他们就比较喜欢缠着你，很麻烦。这群小孩子正在踢足球呢，走近了我都不知道我摆脱得了他们。这地方小朋友可不像刚才在那个教堂遇到的小朋友那么可爱啊。我还没走过去呢，就有几个小孩子拥上来了，然后我不走那边了，那边他们都在那边，我走这边过来，不然的话一群人围着你可烦了呀。啊，上来这几个小朋友一直跟着你 money 叫个不停。所以说在这些地方拍视频很麻烦的一件事，很多东西你没法拍，尤其是有人的地方，拍的话直接拍人也不是很好嘛，毕竟。看吧，这边的墓地建的就像一个社区一样，该有的大路它也都有，然后各种，这还有种的花，这应该是后来种的。这里面有好些个墓碑啊，好多。我操，这里面有人住，我就有晒衣服的，看到吗？那就不往里走了，不然的话有点冒犯。我靠，这好多墓碑啊！生前绝壁是一个大户人家。那里面是有人在住的，就不去打扰别人了。那有只狗，看这边通的电，这有各种路灯，该有的都有。下面有2个人坐那儿在聊天呢，这有一群鸡，还有5、6只狗在这儿。但是在这边生活的还有一个修车铺，坐在这边碰到了几个本地人，和他们聊会儿天。然后我刚问了，征询他们同意呢，因为他们是穆斯林，所以说就不去拍他们，只拍我自己。那我刚才用翻译跟他们聊天，我说现在居住在这边的人还多吗？他说还挺多的。在这边喝杯茶，和他们聊着天，聊着天都黑了。来这边还是要跟本地人聊一下呀。刚才跟他们一共有4、5个人吧。4个大人1个小孩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，然后问了几个问题。首先他先问的我，他问的我说我是过来是来旅游的还是来工作的？我就说来旅游的嘛。完了之后，他问我在做什么工作的，我说我是个老师。然后很巧的是，那个男的一直跟我聊的那个男的，他也是一个老师。所以说他问了我这边的情况，他说在国内我们这边老师的工资是多少，我大概给他讲了一下，完了之后呢，我又问他的工资是多少，他是在这边国内在埃及他是教物理的，我说你的工资是多少，他说他没有工资，我当时很惊讶，然后呢我又问他，我说你们没有工资的话是怎么生活的，然后他说他是去教一些私人课程来获得一些收入。我靠，这有几个狗好想咬我！我三只恶犬，我操！然后我接着问他，我说那个啥呢？就是我说你们这边
的人啊，就是看起来都好开心啊，就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嘛。哦，上面还有个小朋友。我问他之后，他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烦恼，他说他们彼此相爱。然后接着他就问我，他说是信仰什么宗教？是信仰穆斯林还是信仰别的？我说我没有宗教信仰，因为我说在我们国家大部分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。他很惊讶，他说怎能不信奉神明？然后又聊了一会儿，我说他有没有去别的国家旅行，然后他说他想去科威特，然后具体我也没问为什么，包括前面的工资，我问了他，我说他们这边的工资是多少，他说就是有高有低，也做了这个比划，就是有高有低，然后我也没有追问嘛，然后因为这边埃及汇率比较波动比较大，他估计也说不上来。我靠，晚上走在这乌漆嘛黑的路上，还有点顶呢。这条路没有灯，没有路灯，偶尔会过个几辆车。在这边你找本地人聊天的，你要先看一下面相啊，比较面善的人你可以找他聊一下，看着比较淳朴。如果说像那种看起来可能事儿比较多的，你就别和他们聊嘛，就是提前大概心里有个预估一下，因为他们给我弄了杯茶喝嘛，而且聊了那么久，然后临走的时候我还想给他们拿点钱，给他们付钱嘛，然后我手往口袋里去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那个大哥就直接制止我了，他就这样摆着手 no， 就是意思就是不需要给钱，也不需要那啥，而且很坚决。然后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，然后就跟他们互相道别，完了就走了。看一下这边路灯修的都还不错，挺亮的，非常亮。这个路也挺宽的，这旁边其实说实话都是以前的墓地啊。溜了，朋友们，准备走了。这地方黑的太快了，和他们喝了一杯茶的时间，天已经变得乌漆嘛黑了。然后现在准备就回去住的地方了，太晚了这会儿。然后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。白天还好，一到晚上，这个埃及的这个交通真的是，没法说哦。我去，这个都堵成啥了呀？动都动不了这边。